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严肃但又极其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颠覆你对政府数据的信任，也可能会改变你未来的投资策略。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还有统计数字。统计数字怎么会是谎言呢？但是各位，经过我这30年的投资经验，经历了几个牛熊周期之后，我发现马克·吐温这句话简直是神预言。而且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做统计数字的谎言。就在上周，美国发生了一件在100年经济史上几乎史无前例的事情。特朗普总统因为不满意劳工统计局发布的疲软就业数据，直接把负责发布这些数据的局长给炒了。各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有个体重计，每次称重都显示你胖了，然后你一气之下把体重计给砸了，这能改变你真实的体重吗？当然不能。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全世界都要看你家的体重计来判断你的健康状况，而你却把体重计给砸了，那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深入探讨的问题。当政府开始对统计数据动手脚的时候，我们这些投资者应该怎么办？历史上有哪些国家走过这条路？结果如何？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投资智慧？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那么今天这期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上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一份就业数据，数据显示就业市场表现疲软，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经济有起有落，数据有好有坏，这就像天气一样自然。但是特朗普总统看到这个数据之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这些数据是被操纵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损害他的利益。于是他做了一个在美国100年经济统计史上几乎史无前例的决定，解雇了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件事的严重性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劳工统计局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这个机构虽然隶属于劳工部，但是长期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立的运作体系，它就像一个中立的裁判，提供关于就业、物价、工资等各种经济指标，而且这些指标是无党派倾向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医院的化验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化验科就是客观的告诉你，你的血糖是多少，血压是多少，胆固醇是多少。它不会因为你是院长就把你的血糖数据调低，也不会因为你是普通病人就故意调高。而且这些经济数据对整个美国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美联储的官员们要根据这些通胀和失业数据来决定利率政策，而利率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每个美国人买房子、买车子的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可信了，那整个经济决策体系就会出问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就强调说，良好的数据不仅对联准会有利，对政府有利，也对私营部门有利。美国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了100年，我们真的需要继续保持这种领先地位。但是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前财政部长耶伦对此事的评价非常严厉，他说这种事情只有在香蕉共和国才会发生。什么是香蕉共和国？这是一个贬义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政府不民主、不稳定、充满贪污腐败、受到强大外国势力干预的国家。耶伦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现在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对统计数据动手脚的时候，通常不会有好结果。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结果都很惨烈。让我们先来看看希腊的例子。2010年，希腊统计局新局长发现了希腊政府一直在严重低估预算赤字数据。这就好比一个人明明体重200公斤，却告诉所有人自己只有150公斤，但是局长坚持要公布真实数据，但希腊政府不干了，甚至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一个统计学家
因为说真话而被起诉，这多么荒谬！结果呢？希腊的数据造假最终被揭露，引发了致命的债务危机，希腊不得不接受国际救助，整个国家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人民付出惨重代价，失业率飙升，工资下降，社会福利削减，最终受害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更重要的是，数据造假会损害国家的国际信誉。当国际投资者发现政府会对统计数据撒谎时，他们就会失去信任，资金流出，借贷成本上升，形成恶性循环。这就像一个人经常撒谎，久而久之，即使说真话，别人也不会相信了。信誉建立需要几十年，但毁掉它可能只需要几天。如果说希腊的故事让你觉得震惊，那么阿根廷的故事会让你更加震惊。这个案例更加典型，也更加惨烈，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们投资者最关心的通胀数据。时间回到2007年，阿根廷当时的总统把负责计算国家通胀数据的数学家给赶走了，然后安排自己的人来重新计算通胀数据。结果呢，新公布的通胀数据远远低于之前的计算结果。政府想要告诉大家，看，我们的通胀控制得很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各位，通胀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你去超市买菜，面包的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牛奶的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是政府说了算的。阿根廷的老百姓每天都能感受到物价在上涨，但是政府却告诉他们通胀很低，这不是明摆着在骗人吗？所以阿根廷的老百姓和国际投资者都不相信政府的通胀数据，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数据来源，比如民间研究机构计算的通胀指数。这些民间数据显示，阿根廷的真实通胀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国际投资者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撤离阿根廷，阿根廷的借贷成本开始上升。结果呢，阿根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造假，国际信任度下降，借贷成本上升，经济压力增大，政府更加想要造假来掩盖问题。最终，阿根廷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货币大幅贬值，银行体系崩溃，整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而且阿根廷的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现在国际投资者对阿根廷政府的数据仍然保持怀疑态度，这个国家的借贷成本仍然很高，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第一，通胀数据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如果这个数据不可信，整个经济政策体系就会出问题。第二，国际市场的记忆是很长的，一旦失去信任，要重建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作为投资者，我们要学会识别哪些国家的政府数据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当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对经济数据造假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要考虑减少在这个国家的投资，或者至少要提高风险溢价。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曾经开发过阿根廷最广泛使用的民间通胀指数，他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民间数据可以补充官方统计数据，但不能完全替代。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政府数据不可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民间数据，但是民间数据的精准性和覆盖面毕竟有限，不能完全替代政府的官方统计。所以最好的情况还是政府能够提供真实可信的统计数据。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现在我们回到美国的情况，特朗普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件事会不会让美国走上希腊和阿根廷的老路呢？首先，美国的情况和希腊、阿根廷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美国的统计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完善，制衡机制也更多，而且被解雇的麦肯塔夫只是统计局的局长，他并不直接控制数据的生成过程，真正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是那些职业技术官僚。这些人的职业生涯通常跨越多个总统任期，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操守，而且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一向以严谨著称。曾经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统计局局长的埃里卡·格罗森，他曾经想让月度就业报告的措辞更生动一些，结果遭到了统计局工作人员的抵制。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的职责不是说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而是应该报告它是一个8盎司的容器，里面装着4盎司的液体。
说明美国的统计工作人员有很强的专业精神，他们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这是美国统计体系的一个重要优势。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短期内美国的统计数据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造假，但是长期来看，如果政治干预持续加强，还是有可能对数据的可信度造成损害的。你要知道，政府统计涉及到数百项方法论决策，其中很多都是主观判断，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一个足够精明的机构负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可能将数据向政治有利的方向推动，而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如果你把青蛙直接放到开水里，它会立刻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青蛙放到冷水里，然后慢慢加热，青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煮死。数据造假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政府一下子把失业率从 5% 改成 2%， 大家肯定会发现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每个月都把数据稍微调低一点点，比如从 5.1% 调成 5%， 从 5% 调成 4.9%， 这样慢慢调整，可能就不容易被发现了。而且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信任危机。即使美国的统计数据在技术上还是准确的，但是如果国际市场开始怀疑这些数据的可信度，那么这些数据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信誉这个东西建立起来需要几十年，但是毁掉它可能只需要几天。美国的统计体系在过去100年里建立起来的国际信誉，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政治干预而受到损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前人口普查局官员、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的艾米·奥哈拉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贫困数据公布后看起来不错，人口普查局局长会被加薪吗？如果家庭收入数据未来看起来不太好，那又会发生什么？ GDP 怎么办？ CPI 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政府开始根据数据的好坏来决定官员的去留，那么这些官员还会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吗？他们会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对数据进行微调？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人性就是这样。当你的职业前途和某个结果挂钩的时候，你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这就像让一个裁判去执法自己儿子参加的比赛，即使这个裁判平时很公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保持完全的中立吗？现在特朗普一直在攻击、威胁鲍威尔，虽然鲍威尔一直保持独立判断，但随着他的任期明年结束，最近已经有美联储董事辞职，也有其他董事向特朗普亲靠，希望被特朗普提名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所以无论是统计局局长还是美联储主席，干预这些专业人士工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了我看到也常提到的美国3大危机：关税、美元、美债背后的共同因素。那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陷入了恐慌。在危机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这就像在雾中开车，你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停下来不走了，你要学会小心谨慎的前进。第一，接受不确定性。很多投资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投资就是要预测未来，要知道明天股市会涨还是会跌，要知道下个月的经济数据会是多少。但是实际上，投资的本质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管理风险。当政府数据开始变得不可信的时候，不确定性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试图去猜测真实的数据是什么，而是应该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并且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如果天气预报说明天有 50% 的几率下雨，你会怎么办？你不会因为不确定就不出门，但是你会带把伞。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保持独立思考。在我指导中国内地企业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很多企业家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指导和数据发布，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当政府说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他们就盲目扩张；当政府说要调控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收缩。但是成功的投资者和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会听取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政府的信息，但是他们不会盲目相信任何一方，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做决策。巴菲特曾经说过，当别人贪婪的时候要恐惧，当别人恐惧的
时候要贪婪。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要保持独立思考，不要被市场情绪所左右。当政府数据开始变得不可信的时候，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噪音和情绪化反应，这个时候保持独立思考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学会从噪音中提取信号，从情绪中找到理性。第三，长期投资的重要性。投资要有长期视角，这不仅仅是说要长期持有股票，更重要的是要用长期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的变化。政府数据造假这种事情，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总是会回归到基本面，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说到长期投资，如果你想选出能带给你丰厚利润的优质股，我的10倍股课程能帮到你。这个课程能够帮你找出真正强劲优秀的股票，让你的资产增长得更加稳固，投资绩效大幅提升。这个有系统的不断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资经验的精华总结，现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资者最常犯的10个错误制作成一个60分钟课程。这10个错误不仅是容易犯，而且每个都会让投资者损失惨重。要提升投资回报，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犯错，输冤枉钱。所以我把这堂价值满满的60分钟课程完全免费的送给大家，快点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第四，风险管理胜过收益最大化。回到这里，很多年轻的投资者总是想要追求最大的收益，他们喜欢那些看起来很刺激、回报很高的投资机会。但是经过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我发现真正成功的投资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更注重风险管理，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当政府数据开始变得不可信的时候，投资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注重风险管理，而不是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高收益机会。第五，学会从危机中寻找机会。在2003年，香港经历了沙士疫情之后，楼价暴跌了70%，我就在那个时候买了银主盘。当时很多人都跟我说 Alan， 你刚刚从美国回来，你不了解香港的情况，不要买房啊。但是我分析了之后有不同的看法，之后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同样的道理，市场可能会出现过度反应，在股票市场上，一些基本面良好的公司可能会被错误的抛售，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但是要记住，在危机中寻找机会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如果你还是投资新手，我建议你先专注于风险管理，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再考虑在危机中寻找机会。那在当前这种政府数据可信度下降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投资组合？策略1，增加实物资产的配置。当政府数据变得不可信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找那些不依赖政府数据、有实际价值支撑的投资标的，实物资产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说房地产，虽然房地产市场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房子本身是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它不会因为政府数据造假而消失。而且房地产的价格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这种供需关系是可以通过实地调研来了解的，不需要完全依赖政府的统计数据。再比如说贵金属，特别是黄金，黄金一直被视为对冲通胀和政治风险的工具。当政府的通胀数据不可信的时候，黄金的避险价值就会更加突出。还有一些商品类的投资，比如农产品、能源等等，这些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全球供需关系决定，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被单一国家的政府数据所操纵。策略2，关注有定价权的优质企业。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有定价权的优质企业。什么是定价权？就是企业能够根据成本变化来调整产品价格的能力。比如说一些拥有稀缺资源或者技术垄断的公司，他们在产业链中处于强势地位，能够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下游客户。这些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盈利能力不太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而是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竞争优势。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业绩。
策略3：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个原则变得更加重要。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市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地区的投资机会。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他们的统计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另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值得关注。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可能比较高，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潜力也比较大。通过适当的配置，我们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分享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然，分散投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分散，还包括行业的分散、资产类别的分散等等。关键是要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一个风险因子。策略4：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动性。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现金虽然不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但是它给了我们灵活性和安全感。当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有现金在手的投资者可以抓住一些被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而那些满仓操作的投资者，即使看到了好的机会，也没有资金去把握。而且在政府数据可信度下降的环境下，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增加。保持一定的现金比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种波动。我一般建议投资者保持10%到20%的现金比例，具体的比例可以根据市场环境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策略5：加强基本面分析。当政府的宏观数据变得不可信的时候，微观层面的基本面分析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个别公司和行业的基本面，而不是过度依赖宏观经济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管理层的讲话、行业的发展趋势、竞争对手的动态等等，来判断一个公司的投资价值。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实战案例。我之前跟大家分析过 Lemonade 这只股票，这是一家保险科技公司。当时很多人只看宏观经济数据，担心利率上升会影响保险业，但是我通过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发现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非常创新，用人工智能来简化保险流程，而且客户增长非常快。结果呢，当 Lemonade 发布业绩报告的时候，股价一天就涨了几十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基本面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市场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价值，这就是基本面分析的威力，它能让你发现那些被市场错误定价的机会。这种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虽然比较费时费力，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它的重要性会更加突出，特别是当宏观数据不可信的时候，公司自身的经营数据、财务报表、业务模式就变得更加重要。我记得巴菲特曾经说过，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这句话在当前的环境下特别有意义。当宏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专注于那些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和分析的个别公司。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首先，我们了解了特朗普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事变动，而是对美国100年来建立的统计体系独立性的一次重大冲击。希腊的债务危机和阿根廷的经济崩溃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短期的数据造假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但是长期来看，真相总会浮出水面，而且后果往往比想象的更加严重。虽然美国的情况和希腊、阿根廷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重建。最重要的是，从投资心理到具体的投资组合调整，从风险管理到机会把握，我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记住，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聪明，而是长期的智慧；不是一次的幸运，而是持续的努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订阅，因为我们会不断制作视频，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也请你把今天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投资世界中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下期再见。